正当萧炎面对木古的追杀之时，紫妍带领8阶魔兽远古龙熊熊战及时赶到。木古为了保留实力，争夺丹会冠军，并不想与熊战鱼死网破，因此退出战斗。在熊战的洞府中，萧炎集齐了丹会第2关所需的所有药材，并成功调制出地心魂髓。最终顺利晋级8品炼药师的萧炎，准备以全新的面貌面对最后一关的挑战。莹儿，那天在万药山脉，我也是逼不得已。宋师兄无需自责，那种情况留下来也只能是送死，妍儿又怎会怪你？有请通过前2轮测试的选手们登场。真不知道谁能夺得这届丹会的冠军啊！想必冠军也是从5大家族中产生。我看好丹家的丹晨，这姑娘平时虽然低调，但听说已经触及到灵境了。而且还有吸收别人灵魂力量的异能。你们说什么呢？曹颖可是连续多年的冠军，那可不是轻易能被超越的水平啊！那萧炎也不容小觑啊！听说他在本届5大家族考核中创了不少记录，估计能成为今年最大的黑马。谁知道呢？肯定有好戏看喽！好运的小子！恭喜各位通过第2关的筛选，来到丹会的最后一关——炼丹比试。这一关没有规矩。我们会以成功炼制的丹药品级和质量决出前10的名额，还有最终的冠军。荣耀将会在你们之中诞生。加油，萧炎兄弟！升顶，炼丹。生不容血丹为7品顶峰丹药，并且只有将其提升至8品，才能发挥最大的注意。这是复活老师的希望，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这火焰的气势好强啊！这难道是异火？血妖焰火。不错，这血妖焰火虽说是人造火焰，但凝成极其不易。没有千头火属性魔兽的血液，不可能有这种威能。曹家还真是财大气粗啊！这种火焰也拿得出手。可恶，又是那魂殿尊了！这是异火！居然是异火榜上排名第15的海心印，
魂殿什么时候出现了这等人物？看样子应该不是什么等闲之辈，还有异火加持，莫非是我们担心的那些家伙？看来我们要打起12分精神了。这也是异火，又让这家伙装到了。看萧炎的异火，似乎不在异火榜之列。已知的异火榜中，似乎也没有此等碧绿火焰，难不成是融合异火？如果真是这样，萧炎这小家伙还真有可能重现药尘当年的辉煌。异火再好有什么用？炼药的精髓可不单单靠火焰。萧炎的速度还真快，看来已经成功融合第一部分主药材了。这3味主药材极其难学，必须谨慎对待。屁股都坐麻了，好不容易从丹界出来，都没时间去潇洒一番，就在这儿坐了半个月。这丹会啥时候能结束啊？这些丹药一定都很好吃吧？要不是在比赛，我肯定要大吃一顿。哼，都怪你！那些药材太难吃了，害我都没吃饱。丹雷，有7瓶丹药出世了。真不愧是丹会，参赛者的平均水平居然那么高。不愧是丹塔，还好有这引雷装置，否则就这丹雷，可够这些炼药师们喝上一壶的了。这丹雷对你们来说稀奇，但对丹塔来说，当然不是司空见惯的事。7品初级，6品顶峰，7品中级，这些人单拎一个出来，都是能威震四方的角色了吧？这不知道谁才会是丹会最后的赢家。快看，是宋清，他成丹了，成丹了。7品顶峰丹药，比先前那些丹药品质更好。成功了！
这丹家的丫头果然天赋不凡，居然炼制出了8品丹药，还引动了2色雷云。虽说8品与7品只有1品之隔，但却是天地之差。雷云的颜色越多，丹药的品质越高。丹晨不愧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。丹晨妹妹，这些年你果然进步了许多。不过，我可不会轻易认输哦。今日必要让你看看我多年来在丹塔苦修的成果。起来！曹颖也引动了2色雷云，不对，高中还夹杂着1丝红色，居然是3色丹雷，这就是曹家的水平吗？太精彩了，不愧是我的女神！我还是远远不如颖儿。曹家妖女果然名不虚传，就看萧炎萧友了。最后一步了。这样剧烈的能量波动，应该也是8品丹药，就是不知道萧炎他能引出几色雷云。这家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凝聚出3色雷云？这就是他真正的实力吗？萧炎的3色丹雷看来更胜一筹呢。玄公子，你又输了。不愧是药尘。哎，朋友们，那是我兄弟。接下来就差那老混蛋了。看来药尘精心培育的弟子也不过如此罢了。3色了，居然也是3色丹雷！不好意思了，玄公子，看来这一届的丹会冠军只能属于我魂殿了。木谷，让他再继续下去，恐怕丹会冠军就要落入魂殿之手。快看，又一个出现了！我居然看到了4色丹雷，而且这人居然是魂殿的！绝不能让魂殿夺了这丹会冠军！你这是做什么？真让魂殿夺了冠，我丹塔多年累积的声誉必将毁于一旦。倘若此刻贸然将他击杀，魂殿定会借机挑起与丹塔的大战。现在的丹塔还不能这么做，难道你不清楚吗？萧炎的丹雷还没有凝聚完，看看还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吧。如今丹药已成，萧炎大哥还能逆转局面吗？唉，如今的时间可不够他再次炼制品质更高的丹药了。我相信他可以。我也相信。萧炎加油！不到最后关头不要放弃，打得木谷老东西屁滚尿流！
老师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成品丹药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品质呢？臭小子，问这个干嘛？没什么，好奇嘛。算你问对人了。办法是有，大便是为师自创的生灵之术，不过需要达到8品炼药师方可施展。八品炼药师？老师，能不能先给我展示一下？过2天再说吧。啊，别啊，老师，就现在吧。萧炎，别说是你这小辈，就算是药尘的老混蛋来了，本尊也不会将他放在眼里。木谷，你还不配我老师出手。进入到丹会的最后一关，萧炎发现同为参赛选手的木谷，这更加激发了他夺冠的斗志。就在木谷的海心焰化为黑蛇时，萧炎唤出火龙形态的琉璃莲心火，瞬间让全场为之惊艳沸腾。随后，赛场上8品丹药频出，惹得现场惊叹迭起。而木谷更是引发了4色丹雷，将整个丹会推向高潮。当众人都以为丹会冠军会落入代表魂殿的木谷之手时，萧炎又将如何逆转乾坤？怎么这么冷啊？好重的寒气啊！装腔作势，别说是你这小辈，就算是药尘的老混蛋来了，本尊也不会放在眼里。就凭你，还不配老师出手。那是。古灵冷火，没想到药尘连古灵冷火都交给他了。这小子竟然掌握了3种异火，不愧是药尘的弟子啊！常人拥有1种异火都难，他竟然能容纳3种。这家伙也太幸运了吧！该死的小子，这些异火迟早都会属于我。你们还记不记得，当年药尘在炼制8品丹药时的疯狂举动？你是说药尘的生灵之法？此秘法可是药尘平生最为满意的杰作。看来真的是将药尘的所有本事都学了个遍呢。玄空子，这次你真要感谢他了。哼，都到这一步了还不控制火候，丹药迟早会被你毁了。想平衡诚心丹药的药力，果然很难。一个小小的细节，都会令丹药内的灵气流失。是时候用上这玉灵粉尘了。血迹，灵龟。
挑战升级到4色丹雷了。这该死的老东西，竟连生灵这种秘法都传给这小子。现在还我，别忘记揭露你虚如黑幕，轻轻的呼吸关于你的线索，但每次的呼吸在告诉我，需要跟着你的脉搏。时间的河流带走我的疑惑，无限的放慢着与你的心火，飞去了庇护。4丹雷。这个萧炎居然真的创造了奇迹，厉害！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他竟然真的成功了。接下来便是要看萧炎究竟能达到哪一步了。怎么回事？丹雷融合了！啊！这避雷装置只怕是扛不住融合之后的丹雷啊！这5色丹雷可不是你这小杂碎能接下的，等死吧！避雷装置已经有明显的破损迹象，若完全损坏，以萧炎目前的实力，根本不可能徒手接下此等级别的丹雷。萧炎，你快退开！避雷装置快要破损了。这小子会不会太过逞强了？碎了！老夫倒是要看看，凭你的实力，今日如何接下这5色丹雷。这是地妖魁，去！该结束了。
该死！居然还有这样的宝贝，能够吸收雷霆之力的傀儡。我当年也只有在一座远古遗迹中见过。木谷那老混蛋，怕是……药尘，你的弟子也如当年的你一样出色。你要是在这儿，也一定会为他感到自豪吧？老师，走过当年您走过的路，经历当年您经历的事，方才知晓您的不易。您说过，修炼之路无尽无绝，唯有心中有火，方能照亮前行的道路。怎么样？今天弟子没有丢您的脸吧？对了，这些年您的故友从没忘记过您，他们都很想你，我也很想你。丹药之间，以灵为尊。老夫在此宣布，本次丹会的冠军是萧炎。看着吧，看着吧，那是我兄弟。看你就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萧炎，作为冠军，你已经拥有了成为丹塔巨头候选人的资格，还有这卷冠军奖品，传自太古的灵魂修炼之法——太一魂诀。多谢会长。2日后便是星域开启之时，此刻广场中的丹会前10者，到时皆有机会进入其中，降服3000焰炎火。总算能见到这传说中的不死异火了。会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玄一会长，你可以叫他一声玄一。他与你老师之间的关系可不浅。你这家伙胡扯什么呢？这么大反应，难道他和老师之间……萧炎见过玄一。这位是天雷子会长。这次的丹会多亏有你。言归正传吧，后天你们即将进入的星域，是我3人联手撕裂的一处空间，而3000焰炎火就被封印在里面。我们担心魂殿若是收服不成，定会破坏封印。然而星域开启时，我们3人必须维持星域的封印，无法进入其中，所以找你们前来。我是希望你们能够配合长老，尽可能阻止木谷做出一些出格的事。若其真有毁灭封印的举动，你们立刻捏碎此珠，到时丹塔中的强者会迅速进入星域援助你们。丹塔存亡就靠你们了。安全起见，从今天起，萧炎你便安心住在丹塔之中吧。多谢3位会长。哇，这丹塔还真是气派啊！就是不知道好吃的丹药藏在哪里。你们怎么过来了？我还准备托人给你们带信。当然是来找你要丹药的，顺便帮你收服3000焰炎火。没有我的帮助，我敢保证绝对没戏。哼！怎么说？现在的3000焰炎火，连丹塔3巨头拿他都没办法。难道你还要像内院的陨落心炎那般强行收服？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我当然有办法啦，不过你得先答应我，以后每天都要拿熊战的药材炼制丹药给我吃。
哎，你这小丫头果然3句话不离丹药。熊战的那批药材，我会尽快炼制成丹药的。那，这些丹药你先吃着。你干嘛？快给我！快给我！快给我！小丫头，那3000焰炎火，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我听小医仙姐姐说，你曾经闯过星域，你看到的3000焰炎火，应该就是这个模样吧？这简直是缩小版的3000焰炎火。这次我回族里特意打听了3000焰炎火，那可是已经生出灵智的异火，根本不可能屈服于人。另外，你知道3000焰炎火为何会是我族的星体吗？因为这3000焰炎火是我族豢养的。你说什么？3000焰炎火还只是幼苗的时候，就被我族一位前辈发现了。那位前辈曾经在3000焰炎火体内留下了一道龙印，这也是为什么它本体是我族外形的原因。那3000焰炎火怎么会被丹塔封印在星域呢？那位前辈失踪后，3000焰炎火辗转多年才被丹塔封印。至于细节，我就不知道了。3000焰炎火原来是有主之物，那岂不是没有收复它的机会了？谁说没有机会啦？我给你也种一个龙印，不就行了？这可是我从族中偷偷带出来的古龙血，把手伸出来。偷偷带出来？放心吧，他们可不敢找我麻烦。有了龙印，就能收服3000焰炎火了。哪有那么简单啊？这个你拿着。进入星域后，想办法将剩余的血涂在3000焰炎火额头上，然后其体内隐藏的龙印便会被激活。不过，我劝你还是等那家伙精力耗尽时再动手，这样成功的几率会大很多。万一失败了呢？那个龙印是相对的，如果你失败了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控制你呢？这失败的后果这么严重，萧炎，你不能冒这个险。不这么做，根本没办法收复3000焰炎火。不过你放心，你这个龙印的级别可比3000焰炎火身上那个高级多了。只要时机适当，你肯定能够将它收服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只要有一丝机会，我也要尝试。放心吧，我知道分寸。既然万里迢迢赶来中州，那就绝不能空手而归。丹会第3关，萧炎使用老师药尘的独门功法生灵，成功将3色丹雷升级为5色丹雷。最终，萧炎成功炼制出8品丹药，成为此届丹会名副其实的冠军，传承了老师药尘的荣光。丹会冠军虽然没有落入魂殿之手，但其对3000焰炎火的觊觎，令丹塔3巨头担忧不已。同样对3000焰炎火志在必得的萧炎，顺利得到了紫妍赠予的太虚古龙族龙印，却不知已有灵智的3000焰炎火将掀起惊天波澜。传说中大名鼎鼎的丹塔也不过如此。我倒是挺喜欢你们看不惯我，
要干不掉我的样子。老混蛋，等我收复了3000焰炎火，再跟你彻底清算。这位是丹塔大长老丘陵，这次将由他来带大家进入星域。进入星域后，若有不服从指挥者，老夫有权将其驱逐，甚至斩杀。是。我们开始吧。辛苦3位会长。现在，大家随我进去吧。2位，从今日起，我们可要打起12分精神，以防万一。丹塔的强者都已随时待命，一旦出现变故，会立刻前来支援。希望一切都顺利吧。这就是星域吗？哦，好壮观啊！是啊。看来，离3000焰炎火越来越近了。到了。3000焰炎火。此言所言果然没错，3000焰炎火的体内被种下龙印了。被封印的3000焰炎火已经陷入沉睡，你们每人都有一次收服它的机会。记住，收服过程中可要守规矩一些。萧炎，你是本届丹会冠军，你先来吧。气势上来看，这3000焰炎火远非当年的陨落星炎可比。萧炎，把你的手掌放于3000焰炎火额头处，便可以开始了。这应该就是丹塔3位会长联手施下的封印吧？好强的封印力量！不怕死的送上门了，人类总是这么贪婪，总以为力
量可以被征服。力量之所以存在，是为了被理解、被运用，而非被束缚。我寻求的是合作，而非征服。合作？你以为你们与我合作吗？你们人类的历史，不过是背叛与贪婪的重复。也许吧，但我相信，即使在最深的黑暗中，也有寻找光明的勇者。勇者？那你就尝尝这真正的火焰吧！冷静！这太虚古龙族的龙印，你是如何得来的？龙印，太虚古龙族的朋友所赠。我知道你的主人也来自太虚古龙一族。主人，你又想家了吗？这里和我的家乡龙岛很像。这次历险结束，我就带你一起回家。回家？太好了，我也有家了。主人，我们的家长什么样啊？龙岛啊，那是整个斗气大陆最美的地方。主人，你去哪儿了？不是说好要带我回家吗？主人说过会带我回龙岛，我也会有家，但他却抛弃了我。太虚古龙一族也没有他的消息，说不定是有什么隐情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想办法带你去龙岛询问清楚。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人类说的鬼话！滚出去！这家伙，这几年看来受够了丹塔的禁锢，处在爆发的边缘了。成功了吗？失败了，那家伙太过凶悍。萧炎是最有可能收复3000焰炎火的人，连他都失败了，那可不妙啊！哼，活该，真当你自己无所不能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便下一个吧。怎么，丘陵长老反悔了？木谷，你最好不要耍花招。若我能降服3000焰炎火，也能为你丹塔除掉一个大患，不是吗？我可和他们不一样。这家伙怎么要这么巧？看来他也没有成功。木谷，你退下吧。宁儿，到你了。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木谷，你敢！丹塔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们以为能一直放弃我吗？
我苏醒了。糟了，萧炎，你们快捏碎玉珠通知会长，我先拖延3000焰炎火突破封印。早就看你们不对劲。萧炎，你传信了又能怎样？你们尊敬的会长们，这会儿应该在奋力维持星域呢。别得意的太早，我丹塔的强者马上就会前来支援。哦，我怎么听说现在的圣丹城早已是混乱重重，丹塔的那些强者怕是抽不开身吧？看来魂殿为了今日的行动，做了万全的准备。魂殿精心安排的大事，可别给我毁了！丹塔绝不容许让魂殿将整个圣丹城献祭给3000焰炎火！不好，3000焰炎火的封印开始崩坏。里面的情况不容乐观。魂殿居然派了这么多人来，我们的人都被尽数拦下，陷入混战。速速出异火破了那封印！是。守护丹塔怎么能少了我们？木谷，你该死！哼！既然你丹塔收拾不了这等异火，莫不让给我魂殿！小心！魂手印！妄动！永和出身池！去帮丘陵长老。
以萧炎为首的丹会前10选手获得进入星域收服3000焰炎火的资格。作为丹会冠军，萧炎第一个尝试收服3000焰炎火，却因为后者对人类的憎恶而以失败告终。木古提前部署拦截丹塔强者，并利用3巨头全力维持星域封印，彻底切断萧炎等人的援助。与木古达成交易的3000焰炎火暴虐冲破封印，势必要给封印自己的丹塔带来灭世之灾。不好！封印失败了。学艺，召唤城外强者前来阻止魂殿入侵。好。绝不能让那家伙冲出去，否则整个圣丹城将会生灵涂炭。在支援到来前，必须稳住星域。3000焰炎火，除非3位会长出手，否则光凭我们怕是抵挡不了。恭喜阁下脱困，按照我们之前的交易，该你兑现承诺了。木古这家伙，居然跟3000焰炎火做了交易。自然是没问题。不过，得等我在这片大陆上逛个几千年。到时候再去你的魂殿玩玩。你这是要反悔了？鬼月可是人类的拿手好戏，我可是跟你们学的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魂殿有的是让你生不如死的办法。居然利用空间御剑，直接召唤魂殿尊老。不过，你办事的效率可真低。这次计划店主颇为重视，若是出了岔子，别废话了。等丹塔3巨头赶过来，我们4人联手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木古说的对，抓紧时间按计划行事，只要取得3000焰炎火的本源之火，我们的任务便顺利完成。4名斗尊联手，3000焰炎火恐怕抵挡不住。我们静观其变，找机会扰乱魂殿的计划，至少要拖到会长他们赶来为止。结阵，总决3000焰炎火吸收星辰之力。万魂滚灵阵！这些混蛋！那些黑雾是灵魂。万魂天锁！这种小把戏也想困住我？你也想再封印我？孽畜，好路你不走，偏要自寻死路。老夫今日便成全你，即本命魂锁。竟连本命魂锁都祭出来了。本命魂锁，本命魂锁连接的是他们的灵魂，
若这东西受损，他们也会被牵连受伤。通常来说，这是魂殿尊老们最后的审判。乖乖和我回魂殿吧，你一切的反抗都毫无意义。你们锁住他，我来去本源之火。快点吧！即便是我们的本命魂锁，困住他也是很勉强，我们坚持不了多久了。这3000焰炎火就这么被制服了吗？孽畜，后悔晚了。主动释放本源之火，魂殿太小看3000焰炎火了。刚刚就觉得有蹊跷，这家伙果然留了后手。趁本源之火刚刚凝形虚弱之际，你们快抓住他！快追上去！